江峰世界，朋友们好。在中共的官场生态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极其特殊的座位。这个座位表面上看着金光闪闪，披着最高权力的光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数在官海里沉浮的政客，为了哪怕只是摸一摸这个椅背，都能争得头破血流。但是只要您稍微翻一翻中共那本并不算太厚的见证史，就会发现一条沾满血腥气的规律：凡是坐上这个位子的人，几乎都没落得个好下场。这个位置就叫做接班人。毛泽东时代，接班人就是个消耗品。刘少奇堂堂国家主席，最后被折磨得惨死在开封的一个地下室里，连个真名都没留下，骨灰盒上只写着化名刘卫煌。后来的林彪，那是白纸黑字写进党章里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结果逼得仓皇出逃，一家老小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荒漠里。再后来，那个坐直升飞机上去的王洪文，直接被扔进了秦城监狱，在无休止的审讯和折磨中凄惨落幕。很多人觉得这都是毛时代那种残酷阶级斗争的特产，是那个疯狂年代的悲剧。等到了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掌权，搞了改革开放，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中共的政治规矩好像变得文明了，不搞肉体消灭了。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审视邓时代的权力交接，就会发现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小平一手打造的接班人制度，其实是一条世界上最诡异、最残忍的政治绞肉机流水线。被他亲手钦点放上那把座椅的人，有的被逼宫气死，有的被软禁到死，连骨灰都不得公开祭奠；有的虽然熬到了最高位，却在暮年眼睁睁看着自己大半辈子的心血被连根拔起；还有的干脆在全世界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被强行架出了大会堂。这到底是命中注定的厄运，还是某种精心设计的制度陷阱？今天咱们就来深挖一下中南海里这把受了诅咒的座椅，看看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到底是如何把中共的权力更迭变成一个无解的死局的。朋友们，剖析中南海这种厚重的历史与复杂的权力逻辑，不仅需要极大的精神专注，更需要充足的体力和元气。在咱们揭开第一位接班人的悲剧命运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保持活力的好助手。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关注咱们的合作伙伴普瑞堂黑参。黑参是传承古法精致的天然滋补品，对于我们在忙碌生活中补充体力，保持神清气爽非常有帮助。我特意为大家争取了专属福利，现在只要点击影片下方描述栏的连结，在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此外还有特别回馈，凡购买满$500就送您一根高品质黑参，多买多送。好，感谢朋友们，咱们马上去看看胡耀邦当年是怎么踩到那条带血的红线的。要弄明白邓小平是怎么玩弄接班人呢？咱们得先搞清楚他选接班人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在中共这种独裁体制下，最高掌权者选接班人，从来不是看你是不是治国理政的旷世奇才，更不是看你能不能为老百姓谋福祉。他看重的是两点：第一，你能不能替他干脏活、挡子弹，把得罪人的事情全包了；第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你能不能严丝合缝地守住他画下的政治红线，保证他死后绝不被清算。晚年被软禁的赵紫阳在他的秘密录音谈话里，把邓的红线总结得明明白白。赵紫阳说，邓小平的改革是有底线的，一共就2条。第一条，绝对不能触动元老和他们子女的既得利益；第二条，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也就是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绝对垄断地位绝不能碰。谁要是敢伸腿迈过这2条红线，对不起，不管你立过多少战功，不管你在民间有多高的声望，立刻拿下。第一个在这2条红线上踩雷的就是胡耀邦。胡耀邦这个人在中共的高层里算是个少见的异类，他精力充沛，待人热情，最关键的是他肚子里那点封建帝王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毒素比较少，
对知识分子相对宽容。8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百废待兴，邓小平极其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在前面冲锋陷阵，平反冤假错案，搞活经济。邓小平稳坐在幕后，让胡耀邦在台前当那个开明的招牌。但是胡耀邦干活太投入了，他真把为人民服务当回事了，结果一不小心就踩到了邓小平画的第一条带血的红线，元老和太子的利益。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搞双轨制，同一件物资计划内是一个极低的价格，拿到市场上就是天价。那些手里有权的高干子弟们立刻发现了这个一本万利的金矿，纷纷开皮包公司倒卖批文，这就是当时老百姓恨之入骨的官倒。胡耀邦看着这种腐败蔓延，心里着急，他是个直性子，居然真的想去查处几个高干子弟，用来杀一儆百。当时案子查到了中共元老胡乔木的儿子头上，胡耀邦不仅没护短，还放手让底下人去严查。在中共那个盘根错节的官场里，元老们的利益那是铁板一块的共同体。你胡耀邦今天敢动胡乔木的儿子，明天是不是就要动王震的儿子？后天是不是就要查到邓小平家里人的头上了？邓小平一看，这还得了？你胡耀邦管不住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也就罢了，你居然还敢动咱们这个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逼宫大戏上演了。1987年初，中共高层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所谓的民主生活会。这个生活会名义上是大家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批斗会。当时带头向胡耀邦发难的是中共元老薄一波。薄一波当年在文革里被打倒，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亲手把他给平反解救出来的，对他有天大的救命之恩。结果在会上，薄一波翻脸不认人，拍着桌子痛斥胡耀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胡耀邦骂得狗血淋头。在那些日子里，胡耀邦被这群他曾经尊重甚至帮助过的老战友轮番轰炸，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甚至在会场上失声痛哭。而最耐人寻味的是，这场批斗会的总导演邓小平却刻意避开了最激烈的会议环节，他让其他元老去当打手做恶人，自己躲在幕后，保持着那种超然的清白的姿态。等会议开完了，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了，邓小平再出来假惺惺地表示一下惋惜。胡耀邦下台后心里憋屈，郁郁寡欢，最终在1989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没过几天就撒手人寰。作为邓小平钦点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就这样成了政治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胡耀邦倒下了，总书记的死神座椅空出来了。邓小平四处学摸了一圈，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赵紫阳是个实干家，搞经济确实有一套。邓小平觉得赵紫阳比胡耀邦听话，看着好像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只管低头拉车搞经济，这正是他需要的最佳工具人。赵紫阳接手这个位子的时候，心里其实跟明镜似的。他后来在软禁中回忆说，自己和耀邦其实都是拉大旗做虎皮，看着在台上风光无限，实际上要是没有邓小平这个太上皇手里的那支令箭，他们根本寸步难行。但赵紫阳跟胡耀邦有一点不同，胡耀邦是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而赵紫阳在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中，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蜕变。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不在政治体制上松绑，如果不走向法治和民主，最后必然会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到死胡同。这就不可避免地撞上了邓的第二条红线，共产党的绝对权力和独裁统治绝不能碰。矛盾的总爆发就是1989年的那场风波。面对100万计的学生和市民，赵紫阳坚决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主张跟学生对话，主张公开官员的财产。这在邓小平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你不仅没有替我挡子弹，把学生强硬压下去，你还要顺着老百姓的意愿，把共产党的底裤给扒出来，晾在太阳底下。后面的事情咱们都知道了。邓小平通过一场毫无合法程序的军事调动，
用坦克和机枪把赵子阳彻底赶下了台。如果说胡耀邦是被气死的，那赵子阳遭受的则是中共历史上最冷酷、最彻底的人格抹杀和政治背刺。邓小平不仅剥夺了赵子阳的所有职务，还把他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的一个小院子里。这一关就是整整15年，直到赵子阳病逝。邓小平为什么对赵子阳这么狠？原因很简单，因为赵拒绝认错。在中共的文化里，党永远是伟光正的。如果你犯了错误，你只要深刻检讨，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给党抹了黑，党或许还能给你留口饭吃。但赵子阳不吃这一套，他宁肯丢官坐牢，也绝不在调动军队开枪的命令上签字，坚决拒绝做任何检讨。赵子阳的这种骨气成了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心病。只要赵子阳活着一天，邓小平就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盯着他手上沾满的鲜血。邓把赵软禁起来，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甚至在他死后都不允许公众公开祭奠。在所有的官方党史文献中，把赵子阳的名字像蒸汽一样给彻底蒸发掉。接连废掉2个自己亲手挑选的总书记，邓小平向全党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这个体制里，接班人从来不是国家未来的领航员，而只是太上皇随时可以丢弃的擦鞋布。赵子阳被废了，广场上的血迹还没冲洗干净，中南海里那把带血的死神座椅又得换新人了。这次选谁呢？当时很多人以为会是李鹏或者陈锡同，毕竟这俩人叫嚣镇压最卖力，手上也沾了血，跟邓小平算是绑在一条船上了。但邓小平虽然冷血，政治账算得还是很精的。李鹏和陈锡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了，如果让他们上位，这共产党以后的戏还怎么唱？经济改革还怎么骗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于是在各方势力的妥协和互相提防下，一个原本打算退休回上海去当大学教授的人，突然接到了紧急进京的通知。这个人就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据说江泽民当时接到通知进京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连牙刷、毛巾和换洗衣服都带好了，以为自己要去秦城监狱报到。结果到了北京一看，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自己居然成了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为什么会同意选江泽民？赵子阳在谈话录里把这事儿点得非常透彻。江泽民是李先念等人推荐的，邓小平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合意的人了，只能凑合接受。但是邓选江有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那就是江上台后绝不能重新评价六四。六四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心结，也是他政治生涯里最怕被翻案的血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开枪的，老百姓对镇压更是深恶痛绝。如果新上来的接班人为了收买人心，把六四的案给翻了，把责任全推到他邓小平头上，那他死后岂不是要被开除党籍，遗臭万年？在这点上，江泽民是完全合格的，因为江的手里也攥着一张沉甸甸的投名状。在89风波初期，江泽民在上海果断整肃了思想开明、同情学生的《世界经济导报》，把总编辑清本利给强行停职了。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残酷镇压和对高层旨意的敏锐捕捉，让邓小平看到了江泽民身上那种为了维护政权不择手段的狠辣。江泽民战战兢兢地坐上了那把死神座椅。他原以为自己既然交了投名状，发了誓绝不翻案，太上皇总该放心了吧？但他太不了解邓小平了。邓小平这种搞了一辈子地下工作和残酷政治斗争的人，骨子里除了自己谁都不信。江泽民刚上台没多久，脚跟还没站稳，邓小平就开始物色下一个接班人了。这就催生了中共党史上最奇葩也最具破坏力的政治发明——隔代指定接班人。邓挑中了当时在西藏大风雪里带着钢盔镇压抗议群众的胡锦涛，直接把他塞进了政治局常委，明确作为江泽民之后的接班人来培养。大家站在江泽民的角度想想，这一个党的总书记，
上面有个太上皇天天盯着，手里的军权在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手里攥着，自己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费劲。这还不算，太上皇居然还在你办公室隔壁安排了一个比你年轻10好几岁的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只是个过渡人物，是个看守内阁，我信不过你，怕你以后拉帮结派，所以提前把下一届的领导人给你定好了，你干完了必须交班给他，连你之后的政治路线我都用这根链子给你锁死了。这哪是什么权力之巅，这分明就是一个被四面受敌、被无数条绳索捆绑的政治囚笼。邓小平搞出这个隔代指定，表面上说是为了防止因为接班人问题引发党内动荡，为了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实际上这是太上皇对现任领导人极度不信任的表现，是用一个备胎来时时刻刻威胁牵制现任领导人。江在整个90年代初的执政期都是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的，他不仅要处处看邓的脸色，还要时刻防备着军方随时可能发动的政变，甚至还得对那个早早被确立的皇太孙胡锦涛笑脸相迎。直到1997年，邓小平两眼一闭，彻底断气，江泽民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安插自己的上海帮人马，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闷声大发财时代。但邓留下的这道隔代指定的紧箍咒，却成了套在下一任接班人胡锦涛脖子上的致命绞索。时间推移，熬死了邓小平，熬退了江泽民，最终那个被邓小平在90年代初就钦定好的王储胡锦涛，在经历了10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终于登上了大位。很多人觉得胡锦涛是个幸运儿，被太上皇相中，一路顺风顺水走到最高处。但从中共的政治体制来看，胡锦涛可以说是邓小平接班人制度设计的最完美成品，也是最终极的悲剧。赵紫阳生前对胡锦涛有过一句评价，说他能左右逢源，恪守前人定下的规矩。这话听着像夸人，其实透着一股深沉的悲哀。胡锦涛在位10年，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面无表情，照本宣科，无论遇到什么大事，总是板着一副扑克脸，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很多人批评他软弱，没有作为，甚至叫他糊面瘫。但咱们要是把他放到邓小平留下的那套畸形政治逻辑里去审视，就会发现胡锦涛的木讷和无所作为，完全是他为了在这个绞肉机体制里生存下去而被迫演化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邓当年为了防止自己身后的清算，不仅搞了隔代指定，还在制度上留下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隐患，那就是为了换取元老们的支持，确立了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制度。当年邓小平允许元老们的子女大肆经商，敛聚财富，这个口子一开，江时代更是把这种腐败治国发挥到了极致。到了胡锦涛时代，中共的高层早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庞大无比、富可敌国的权贵利益集团。胡锦涛是个什么背景？他出身平民，没有显赫的红色血统，在军队里更是毫无根基。他被邓小平硬生生拔高到最高位，在那种极其讲究出身、派系和利益输送的官场里，他就像是个没有根的浮萍，随时可能被一个大浪打翻。他名义上是总书记，但常委里面有所谓的9龙治水，9个常委各管一摊，互不干涉，而这9个人里绝大多数都是江派班底。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把武警部队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在军队里，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把持军务，疯狂买官卖官。胡锦涛这个军委主席基本上就是个挂名的橡皮图章。面对这样一个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腐败帝国，胡锦涛能怎么办？他敢反腐吗？他敢去查处那些红色家族的海外资产吗？他敢去触动江泽民留下的利益基本盘吗？他不敢，也做不到。赵紫阳早就一针见血地预言过，邓小平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又家长式的指定2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层没有人事基础，权威不够，就要用特权腐败来拉帮结派，掌控人事。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彻底反腐呢？
邓仲下了祸根，后人浇水施肥，搞到现在树大根深，盘根错节，后人想改也难。这就是胡时代的真实写照，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共权贵集团的一个被绑架的大掌柜。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社会，为了换取各路诸侯和军头对他名义上地位的承认，他只能对大面积的贪污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自然资源被杀鸡取卵式的开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邓小平当年那套只搞经济改革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脚鸭模式，在胡时代彻底发酵，烂透了根。胡锦涛在这个死神座椅上战战兢兢地坐了10年，什么也没改变，也不敢改变。他唯一的指望就是按照邓小平当年的规矩，平平安安地把大位传给下一个被指定好的接班人，然后自己安全着陆，去过退休老干部的清闲日子。他以为只要自己100%地遵守游戏规则，只要自己足够隐忍，这套接班人系统就能保他一世平安，甚至能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高风亮节裸退的美名。但他万万没想到，历史跟他开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他死守的那些规矩，在下一任接班人的眼里，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踏碎的朽木。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今天。当咱们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上，再回头看北京中南海里的那盘大棋，您会发现邓小平苦心孤诣设计的那套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早已经被现任塔尖上的那位彻彻底底地砸成了粉末，连点渣子都没剩。大家肯定都还记得几年前那场全世界瞩目的中共重大会议闭幕式上发生了怎样震撼人心的一幕。那位曾经恪守一切规矩，小心翼翼当了10年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成百上千家中外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被2名身材魁梧的警卫从最核心的座位上架了起来，极不情愿地被带离了会场。那一刻，胡锦涛临走前拍了拍现任领导人的肩膀，那种茫然、凄凉、不甘和难以置信的眼神，足以让每一个了解中共党史的人感到毛骨悚然。而胡锦涛心心念念想要扶上马的那个隔代接班人胡春华，不仅没有能够坐上那把死神座椅，反而被一脚踢出了政治局的核心圈子。如今只能在政协这种清水衙门里郁郁度日，连个声都不敢吭。当年那种被全党看好，作为储君培养的光环，现在成了他脖子上最危险的绞索。这一幕的发生，标志着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核心支柱接班人制度的彻底破产。其实咱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塔尖上那位为什么敢这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他太清楚这套接班人制度的致命弱点在哪儿了。他也太清楚，如果不掀翻这个桌子，自己的下场会是什么。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把接班人当作棋子一样摆弄，搞什么垂帘听政、隔代指定，是因为邓小平手里有军队，有常年的战争岁月积累下来的绝对权威。邓小平就算没有任何职务，他依然是无人敢反抗的太上皇。但是对于现在的当政者来说，他没有邓小平那种打江山的资历，更没有在生死考验中建立起来的军内威望。如果他真的按照邓小平的规矩安排一个接班人坐在那里，哪怕只是个名义上的储君，那这个接班人立刻就会成为党内所有不满势力、所有失意政客暗中效忠和靠拢的政治中心。在中共这个缺乏真正信仰、只认权力和利益的黑箱体制里，一旦有了明确的接班人，权力立刻就会发生倾斜，现任领导人马上就会变成跛脚鸭，他的政令会出不了中南海，底下的官员会开始为了未来的前程而两面三刀。更可怕的是，一旦他退下来，面对他这些年反腐打虎结下的无数政敌，那个新上来的接班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100%会拿他开刀。所以他做出了一个中共历史上最大胆也是最决绝的决定，取消接班人，打破任期限制。他不让任何人靠近那把死神座椅，不仅如此，还要把所有曾经在这个座位周围徘徊过的人全部清理干净。
他决定自己要永远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邓小平当年为了防止毛泽东式的独裁悲剧重演，为了防止国家政策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翻烧饼，搞了废除终身制和接班人制度，但他留下的私心太重。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路线不被清算，他频频用非法的破坏规则的手段去废黜接班人。这种为了保住自己权力而随意践踏制度的政治基因，其实早就深深埋在了中共的骨髓里。邓小平是在用独裁的手段来推行看似文明的交接，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如今的中南海那位，不过是把邓小平当年做过的事情更加赤裸裸、更加明目张胆地做了一遍而已。当年你邓小平能为了保军权而随意修改党章，今天我为什么不能为了连任而修改宪法？当年你邓小平能用刺刀逼着高层同意废黜赵紫阳，今天我为什么不能在大会堂里当面把前任最高领导人给架出去？规矩这东西，一旦被权力的最高层亲手撕毁过一次，它就再也不可能重建任何神圣性了。这种看似清除了所有竞争对手的绝对安全，其实是最大的危险。在中共的历史上，没有接班人的最高领袖，最终带来的往往是整个国家无法挽回的动荡和深渊。邓小平当年种下的这棵名为实用主义专制的树，在吸干了中国社会几十年积攒的养分后，结出的最后的一颗果实，正在当下的中国大地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危险气息。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请您一定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视频转发给您的朋友。历史不容忘记，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